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11位硬核女主盘点，从田曦薇到白鹿谁才是真武力天花板？最近，如果你打开社交媒体或视频平台，很难不被樊长玉这个名字刷屏。在热播剧《逐玉》中，由田曦薇饰演的这位市井屠户之女，手起刀落间，不仅从乱世底层杀出一条血路，更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清醒的头脑和与落难侯爷谢征、张凌赫氏之间先婚后爱并肩作战的情感模式，牢牢俘获了观众的心。人们盛赞她能打、能扛、能爱，是真正的事业型大女主。随着《逐玉》收视与口碑双双登顶，这股崇尚独立、智勇双全的女性角色风潮再度席卷而来。她们不再只是爱情故事里的美丽注脚，而是手握刀剑、主宰自身命运的关键人物。下面就让我们一同盘点近年来荧幕上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高强型女主，看她们如何在不同的世界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1. 逐玉田曦薇是樊长玉于市井烟火中淬炼出的生存之刃。樊长玉的强，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被残酷世道逼出来的生存本能。作为一个只想守好家传肉铺的普通女子，命运却将她一次次抛入战场与权谋的漩涡。她的成长轨迹粗糙而真实，从最初提刀之为自保，到后来为了守护所爱之人与心中道义，敢于向千军万马亮剑。田曦薇的演绎完美捕捉了角色从市井小妹到战场女将的蜕变，那份混杂着尘土、汗水与鲜血的坚韧，让樊长玉的形象极具说服力与记忆点。她的魅力在于，她的强大始终带着人的温度与重量。2. 与凤航赵丽颖是沈黎，一枪定乾坤的孤高碧苍王。作为灵界碧苍王，沈黎是天生站在战力顶端的存在。她的强是压倒性的，令人仰望的。一杆银枪可震四海，肩负的是整个部族的存亡。然而，赵丽颖赋予这个角色的，远不止战神的外壳。沈黎的内心承载着王者独有的孤独，她的每一次抉择都牵系着神魔两界的平衡，与行止神君的情感更是充满了命运般的拉扯与宿命感。赵丽颖精准地演绎出了那种越强大、越克制、越深情、越孤独的状态，让这位女战神霸气之余，更显深厚动人。3. 楚乔传赵丽颖是楚乔于奴隶营中觉醒的特工之魂。将时间拨回数年，楚乔传中的楚乔可谓开启了内地剧战斗型大女主的一个高潮。从命如草芥的女奴，到号令军队的秀丽王，楚乔的每一步都踏在生死边缘。她的武力值是在被猎杀、被压迫的绝境中，靠着现代灵魂的智慧与不屈的意志，一点一滴锤炼出来的。她的战斗不只是为了活下去，更是为了视奴止歌的信仰。赵丽颖以极具爆发力的表演，将楚乔从隐忍到觉醒，从反抗到统领的完整弧光呈现得淋漓尽致，使之成为观众心中难以逾越的经典。4. 有匪赵丽颖是周匪，闯荡江湖磨砺出的破血刀传人。在有匪的江湖里，周匪的成长则是一条更为典型的侠女养成之路。身为48寨大当家的女儿，她起初只是武功平平、性子倔强的少女。她的强是在一次次实战、挫败与领悟中积累起来的。从莽撞出走到懂得责任，从执着胜负到明辨是非，周匪的刀法随着心性一同成熟。赵丽颖演绎出了周匪身上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以及历经风雨后愈发沉稳的侠气，让观众见证了一把名刀与一位女侠的共同诞生。5. 且试天下赵露思是白风夕风夕云，逍遥江湖的白风女王。白风夕的出现曾让人眼前一亮，她可以是江湖上随性而来，
踏月而去的洒脱女侠白风夕，也可以是青州国高贵聪慧的王女风夕云。她的武功奉孝9天独步天下，行事风格更是自由不羁，智商与武力双双在线。赵露思成功驾驭了角色双重身份的反差，将江湖的飘逸与朝堂的格局感融为一体。白风夕的魅力在于，她的强大赋予了她选择的自由，无论是爱情还是责任，她始终是自己命运的主导者。6. 长歌行迪丽热巴是李长歌，背负家国恨的在逃公主战士。原大唐公主李长歌在经历灭门之祸后，踏上的是一条交织着血泪与成长的逃亡兼复仇之路。她的强体现在极强的适应力、学习能力和领导才能上。从养尊处优到隐姓埋名，从只想复仇到胸怀天下，李长歌的每一次战斗和抉择都推动着他身份的转变与内心的成长。迪丽热巴将角色内心的家国之痛、成长之刃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李长歌不仅仅是一个复仇者，更是一位在磨难中重塑信念的战士。7. 扶摇杨幂是扶摇逆天改命的五色石少女。扶摇的强者之路堪称一部打怪升级的逆袭史诗。从玄元山下的平凡少女，到揭开五色石封印、踏上五洲历险之路的传奇人物，她的战斗力随着身世谜团的揭开而层层解锁。杨幂演绎的扶摇，既有底层人物的机敏与野性，也具备觉醒后的霸气与担当。她的成长曲线清晰而充满爽感，每一次突破极限都让观众为之振奋，是美强惨升级流女主的典型代表。8. 云之羽虞书欣是云蔚山静水深流的致命刺客。在一众外放型高手中，云之羽的云蔚山提供了另一种强大的范本。作为潜入宫门的无锋刺客，他的强在于极致的隐忍、精准的计算和冰冷高效的行动力。平日里，她是低眉顺眼的柔弱新娘，任务中，她是出手果决的致命利器。虞书欣用细腻而富有层次的表演，诠释了云蔚山在任务、情感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痛苦挣扎。她的强大不在于呼风唤雨，而在于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潜伏与爆发。那种安静的狠劲反而更具张力。9. 一念关山流失是任如意，优雅与杀意并存的前任朱一卫。任如意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一击必中，万事如意。他曾是安国朱一卫最顶级的刺客，武艺高超，心思缜密。他的战斗风格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充满了技艺以真化境的美感与效率。刘诗诗以其独特的清冷气质和扎实的打戏功底，完美契合了这一角色。任如意的强大不仅在于他杀人的技巧，更在于他看破世事、清醒独立的内心。他从杀人工具到找回自我、掌握命运的过程，充满了悲情与力量感。10. 长月烬明白露是黎苏苏叶惜雾，为拯苍生穿越时空的神女。在仙侠设定下，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的强，背负着更宏大的使命。为拯救被魔神弹台尽毁灭的世界，她毅然穿越回500年前，附身于叶家小姐叶惜雾身上，试图阻止魔神的诞生。她的战斗不仅是法术与武力的对抗，更是信念、情感与命运的终极博弈。白鹿一人分饰两角，精准把握了黎苏苏的神性大爱与叶惜雾的娇蛮任性，将角色在拯救苍生与个人情感间的痛苦抉择演绎得极具感染力。其牺牲与奉献精神升华了强大的内涵。11. 说英雄谁是英雄？杨超越是温柔，江湖风雨中褪去天真的成长者。最后，我们来聊聊说英雄中的温柔。与上述诸位一开始就显山露水或快速成长的女主不同，温柔的强是一个更为缓慢也更令人心疼的社会化过程。她初入江湖时，
天真烂漫，武功平平，全凭一腔热情。然而，江湖的残酷与朋友的鲜血，迫使他不得不快速成长。杨超越演绎出了角色从懵懂到清醒，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温柔的强大，不在于他最终武功有多高，而在于他终于能在失去庇护后，独自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并坚守内心的善良与侠义。他的成长代表了另一种真实。从市井到朝堂，从江湖到仙界，这11位女性角色用各自的刀剑与信念，划破了恋爱脑的陈旧窠臼。她们的魅力根植于不屈的意志、独立的精神和为心中道义而战的勇气。当观众为樊长玉的拼搏喝彩，为沈黎的孤独动容，为楚乔的信仰热血沸腾时，我们期待的正是荧幕上能涌现更多这样鲜活、立体、真正能打、能扛、能爱的大女主故事。